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杭州府昌化县河桥镇有个罗山村，村里百姓个个热情好客，做着各种营生。可毕竟只是个小小的村庄，如果哪家村民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八卦，整个村庄的人都会知道，这些小道消息就会成为他们饭后的谈资。这天傍晚，村民们又端着碗站在村头叽叽喳喳了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这村里的老老少少一到饭点都不喜欢在家吃饭，他们会端个碗，然后加上菜。大伙儿虽然没有商量好，可是他们却很有默契的会在一个地方集中。这些村民一边吃饭，一边就会东家长西家短。今天他们的调侃对象就是村里的李老汉。虽说这李老汉是个心善之人，可他如今都60岁了，还没有娶妻生子，看来只能孤独终老了。李老汉原名李来乐，在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村里出了名的英俊小哥。当时才刚刚20出头的他，只要上山砍柴，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总有村里的姑娘把自己闺房里的窗户纸偷偷地戳个洞，好借机欣赏李来乐的美貌。喜欢归喜欢，但人总是现实的，你要让这些姑娘嫁给他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呀，李来乐什么都好，就是家境太差了。他的父亲在他还是个孩子时期，因为替人上山搬石头，砸了自己的脚，当时正好是斜坡，整个运送石头的马车压在了他的脚上，他的父亲因此失去了双腿，只能天天躺在床上，连走路都是奢望。自此，李来乐的母亲孙氏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早上她要早早的起来做饭给丈夫吃，之后还要去田里插秧。农闲的时候，孙氏还会接些手工活，给人缝缝补补的挣几个小钱。就这么含辛茹苦的把自己的儿子拉扯大，还要照顾丈夫。李来乐的爹每次看到自己的娘子这么辛苦，都捶打着自己的双腿，恨铁不成钢地说：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我一个大男人，原本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现在却要一个女人来养我。孙氏见了也不敢上去阻拦，只等自家男人发完脾气，然后偎依在他的身旁，含着泪说道：相公，你这是何苦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夫妻一场，也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，你照顾我或者我照顾你都是应该的，况且我们还有个儿子，上天已经待我们不薄了。李来乐看在眼里，暗暗地发誓，自己要好好努力，多帮母亲干活，让家里的生活好起来。由于多年瘫痪在床，家里的条件又不好，李来乐的父亲在他20岁的某一天，好像知道自己快不行了，便喊来妻子和孩子，对他们说：是我对不起你们，现在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放下了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你们不要难过，这对你们来说是好事，不然哪个姑娘肯嫁到我们家？说完，他并没有看着妻子和儿子，而是望着窗外的蓝天，露出了微笑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李来乐对于父亲也是很愧疚，他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长大，他恨自己为瘫痪在床的父亲做的那么少，家里现在穷得连墓地都没有。李来乐只好抱着骨灰盒准备去深山里找块空地埋了。村里本来就人多口杂，李来乐怕迟了出发碰见那些爱问的村民又要扯半天，最后哭唧唧的全身无力，就上不了山了。于是在天黑的时候，李来乐就背上包裹出发了。当然包裹里放的是父亲的骨灰盒。来到后山的山顶，李来乐拿出铲子挖了一个坑，然后把父亲的骨灰盒慢慢地放了下去，又用土盖好，还去附近砍了一根木头，像柴一样劈成2半，在上面做上记号，
这样来年扫墓的时候就知道具体的位置了。他做完一切之后，跪下来拜了3拜，哽咽着说道：爹，对不起，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纪念您，等以后日子好起来了，我一定给你找块好点的地方，现在暂时先委屈你一下。李来乐站了起来，拿着铲子往山下走去。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他突然听见了一阵猛虎的叫声，他害怕的一哆嗦，心想快逃，不然会被山中猛兽给吃了。可是他越逃，头越疼，好像有个声音告诉他，得往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，不然他的生命就会有危险。李来乐逃跑的途中，被一根树枝绊倒了，在他停下的那一刻，头不疼了，那个催促他的声音也停了，他觉得应该没有事情了，又站起来往山下跑。这下头比刚刚更加胀了，他好像发现了规律，就停了下来，然后往回走，往有声音的地方走。头脑渐渐清醒，身子骨也好了，人也不难受了。他走着走着，一阵风吹来，将他吹到了空中。李来乐害怕地叫了起来：救命，救命啊！可惜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李来乐在空中的时候想着，自己家中还有50岁的老母亲，不仅没有办法孝敬父亲，连母亲也要丢下了。一个20岁的大男孩在空中哭成了泪人。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风停了，李来乐整个身子从天空掉了下来。还好他常年上山砍柴打猎，身手敏捷，在快要落地的时候，用右手一撑，在地上打了个滚，才没有受伤。他站起来后睁开眼一看，眼前躺着一只大老虎，又吓得腿一软，瘫在了地上。怎么才出风口，又入虎口？李来乐今天的心情就像行走在山间小路的马车一样，一颤一颤的。李来乐决定悄悄地溜走，便蹑手蹑脚地在地上匍匐前进。他刚举起右脚，便听见后面嗷地吼了一声，他又整个人害怕地僵住了。死就死吧，让我看看这猛虎到底想怎么样。李来乐壮着胆子靠近了老虎，他发现老虎并没有杀气，而且奄奄一息地躺在草丛里，不得动弹，只是双眼用祈求的眼神可怜兮兮地望着李来乐。李来乐见状，胆子大了起来，凑近摸了摸老虎的身体，原来老虎受了伤，腿上有一滩的血。李来乐想起自己刚刚葬了父亲，如今和母亲也是相依为命，孤苦伶仃，这老虎没有家人，这样躺在这里，想必很难过吧？不会是你施法把我吹来你身边的吧？李来乐自言自语道。老虎好像听懂了他的话，虽然身体不能动弹，但是点了点头。李来乐觉得这是一只有灵性的老虎，又问道：你是想我帮你吗？老虎又点了点头。我用法力探测了一下四周，只看到你，请恩公帮我个小忙，感激不尽。说话的是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可李来乐看了看四周，也没有一个人。他后退了2步，看着老虎问道：不会是你在说话吧？没错，恩公，正是在下。我和黑熊精搏斗，受了伤，现在法力尽失，需要恢复好长一段时间。我需要保护我的真身，这样才不会魂不附体。我快要不行了，你能不能找块好点的地方，我把埋了，日后定当报答。老虎说道。李来乐听了之后，自然是要伸出援手的，因为他那刚刚过世的父亲虽然常年瘫痪在床，李来乐陪他聊天的时候，父亲总不忘教他做人要记得忠孝礼义，知恩图报，学会善良。况且这对于李来乐来说也只是举手之劳。李来乐找了棵大树，在大树底下挖了一个洞，把老虎虚弱的身体放到洞中，不解地问：我现在就把你埋了吗？可你明明还有呼吸，我不是杀生吗？恩公放心，我只是要借着大地的元气来疗伤而已，你把我埋了，我才能好好休养。说完便从嘴里吐出了一颗元丹，继续说道：
这颗元丹是我修行多年的成果，方便我以后找到你，也可保你平安。你以后也许能用到，暂时先由你帮我保管吧。李来乐看着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子飞入了他的身体，一股暖流充满了全身。此时他在老虎的鼻子下测试了一下，已经没有呼吸了。李来乐见状，赶紧拿起铲子把这只母老虎给埋了。之后他一边下山，一边看见旁边有好的柴火，就砍一些下来，准备拿到镇上去卖。回到家，母亲见他背着满满的战利品，赶紧扶手过去帮忙。而李来乐却是放了一堆柴下来之后，对母亲说：娘，这些柴给我们自己使用，我喝口水，现在先去镇上把背上的这一堆卖了。爹不在了，我们要忙活起来，日子才能好起来，不然爹九泉之下怎么安息？儿呀，是为娘对不起你，从来没有让你过上好日子，如今你爹刚刚走，就要你承担起所有，是娘亏待你了，这一路可要小心。孙氏难过地说道：娘，我先走了，不要怪自己，爹说过，只要好好努力，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，我相信爹爹跟我说的话。说完就满头大汗地往镇上去了。还好今天非常顺利，李来乐刚刚来到一个店门口，把柴火放下，想等来来往往的人来买柴火，店小二就出来了。店小二指着那一堆柴往里喊道：掌柜的，你快来看看，刚刚不是说要去买柴吗？这里有柴夫卖柴，快出来。掌柜的出来之后，看着李来乐的那一捆柴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因为这捆柴被李来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连长短都一样，捆在一起，看上去干净利落。李来乐见掌柜的欢喜，开口道：掌柜的，您给个价吧，我农村人，少了这是我辛辛苦苦砍的柴，多了您是生意人，我肯定不能让您吃亏，您看着给吧。掌柜的见李来乐如此会说话，笑笑说道：你这柴夫嘴上功夫也了得吗？说的有道理，这样吧，给你2块碎银怎么样？不能再多了，我要是去集市买，虽然便宜，可是这人跑过去还要耽误工时，不如这钱直接给你挣了。好好好，谢谢掌柜的，2块碎银，您都拿走，要不要我帮您搬到后厨？李来乐开心地问道。不用了，让伙计们搬吧。接着就给了李来乐2块碎银。回家的路上，李来乐一路哼着小曲，他看看自己的水袋空了，经过一条小河的时候，就蹲下身子接了点水。当他抬头望向远处的时候，发现水面在打泡泡，他又定睛一看，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上下浮动，好像是个人头。不好，有人落水了。李来乐顿时反应过来，他二话不说就跳进了河里，把人拖上了岸。原来是个女子，那女子呛了几口，一把推开了李来乐。李来乐劝道：姑娘为何如此不珍惜生命？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我家境贫寒，刚刚失去父亲，可还是上山砍柴卖钱。对方摇了摇头，想要说话，可是发不出声音，又摆了摆手，可李来乐还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好一会儿，那女子又咳嗽了几声，拖着沙哑的声音说道：我没有自寻短见，我在救一条落水狗，只是水性不好，你看。说着就举起了手中的小狗。女子见小狗身体僵硬了，赶紧在小狗身上不停地揉来揉去，几个来回之后，小狗也汪了一声。你看，它活了。女子眼里含着泪光，因为拯救了一条生命，她感动得快要哭出来了。李来乐见一切都安然无恙，就准备离开了。他摸了摸口袋，眉头一皱，小声嘀咕道：糟了，我的银子呢？我今天好不容易挣的钱，不会是救人的时候掉河里了吧？女子见李来乐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忙问道：多谢这位公子相救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是砍柴的樵夫，下午卖了柴缸挣了2颗碎银子，可是不见了。
可能是刚刚救你的时候掉河里了吧？哎，罢了，人没事就好，我就此别过了。李来乐失望地往家的方向走去，那女子跟了上来，喊道：恩人等等我还没有谢谢你呢，你身上都湿了，还是回家换衣服吧，免得着凉了。再见了。李来乐回道。女子听他这么一说，伤心地哭了起来，说道：我哪里还有家？我是个无家可归的女子。李来乐见状，赶紧安慰道：姑娘，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不是有意提起你的伤心事的。我家很快就到了，我家里还有个母亲，若是姑娘不介意，先去我家换件衣服吧。女子点了点头，就和李来乐一起上路了。在路上，姑娘说自己叫黄小翠，是隔壁黄家村的村民，嫁给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。可是她的丈夫在和她喝交杯酒的时候忽然倒地身亡，这喜事就变成了丧事。她婆婆说她是个克夫的女人，就把她赶了出来。她回到娘家，父母都已经不在了，兄长娶了嫂子之后都听嫂子的，说家里没米了，况且她还是被别人退货的，更不愿意照顾这个妹妹。伤心之余，她坐在河边想着下一步去镇上找个事情做，谋生要紧，就发现一条落水的小狗在挣扎。发生了接下来的事情，你那婆婆和嫂子也真是的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都是苦命人，怎么还瞧不起别人？李来乐感叹道：要都是公子这样的大善人就好了，天下女子都能有个家了。黄小翠说完这句话，眼睛看了一眼李来乐，发现对方的脸红了，她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他们说话间就到家了。孙氏看见儿子带着个女人，问这是谁。李来乐把情况说明之后，孙氏赶紧领着他去换了一套衣服。换衣服的间隙，孙氏笑嘻嘻地说：小翠呀，你的衣服明天才能干，要不留下吃晚饭吧，晚上和我一起睡，陪我这个老人家说说心里话。男孩就是没有女孩贴心。小翠看了一眼李来乐，点点头答应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来乐就在院子里劈柴了。因为是住在别人家里，小翠也不好意思赖床，也起了大早，到院子里收衣服。两个人的眼神对视了一下，都不约而同地避开了。孙氏虽然年龄大了，眼神有点不好，可是他的心不瞎。见小翠换好衣服之后，开门见山地说：小翠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儿媳妇，嫁给我那个榆木脑袋的儿子？小翠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，说道：这种事情你应该问李哥啊，我一个女孩子愿意又有什么用？而且我之前嫁过人，他们都嫌弃我是个克夫命，我要是害了你们怎么办？说完，眼睛里的泪水又不停地打转，像是受尽了人世间所有的委屈。那我可先跟你说好，我们家条件不好，你也看见了，要是你不介意，我怎么会嫌弃你之前嫁过人呢？况且你之前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和你洞房，在我心里，你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又怎么会看清你呢？我的儿子我了解，他一个眼神和动作我就知道他喜不喜欢你，要不我还能和你聊这么久吗？孙氏开心地说道。就这样，在孙氏的撮合下，两个年轻人成亲了。成亲这天，李家破旧的茅草屋挂上了灯笼，显得特别喜庆和精神。村民们都纷纷拿着自己家里值钱的东西过来，庆祝这对新人喜结连理。这个家几十年来终于有了一点人气。成亲后的日子里，黄小翠在家洗衣做饭，李来乐则天天出去砍柴。他把砍柴所得的钱全部交给娘子打理，自己天天出门带几个馒头就解决了。李来乐知道，既然成了亲，就要相信对方，而且将来要是生了孩子，钱肯定是不够用的，现在越努力，才能在将来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。1年后，黄小翠就怀孕了，她砍柴也更加卖力了。由于家庭的负担，才1年，
李来乐就从一个20出头的少年，变成了一个黝黑的青年。生活真的很残酷，只要你不努力，就会没饭吃。可如果你努力了，又会变成岁月的匆匆过客。一天，李来乐像往常一样做完生意回家，孙氏忽然倒地不起，只是说了句还好还好，能看见儿子最后一面，可却没有机会见见我的孙子。娘先走一步了，父母都走了。李来乐的心情特别的低落，因此颓废了好几天，也没有上山砍柴，只是躲在房间一个人默默地哭泣。妻子终于受不了了，推门进来说道：不就是死个娘吗？大男人整天哭哭啼啼的，有什么好哭的？难不成要我一个怀着孕的弱女子安慰你不成？你再不出去挣钱，我就要饿死了。你是要饿死我，还是要饿死你儿子？李来乐怔住了，平时那个温柔的妻子不见了，这简直是一个泼妇。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娘走后，妻子竟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很不理解，一个人的脾气怎么能说变就变？或者说，其实妻子以前就一直是这个脾气，只不过现在娘死了，他暴露了自己的本性而已。看小翠怀着孕，就没跟他计较。李来乐赶紧爬起来，去把院子里前段时间存的柴一捆捆地绑好，又背在背上准备出发了。出发前，他到厨房想拿2个馒头路上吃，可小翠却说道：这几天都没有出去挣钱，已经没有馒头了，你自己解决吧，家里是没有东西给你吃了。李来乐只好空着肚子去镇上卖柴火了。他刚走到村口，就驶来一辆马车，那马车忽然在他面前停住了，下来一个人。李来乐仔细一看，这不是1年多以前买他柴的那个掌柜吗？后来为了救妻子，他那2粒碎银子还掉河里了。掌柜的见到李来乐，也是笑嘻嘻地说道：小哥还认识我吗？我去县里办点事，刚好经过这里，现在要去集市买些东西，正好也要买柴火，就看见你了。我们真是有缘，你这柴火也不用去镇上了，直接放我马车上，我带回去，我给你2粒碎银怎么样？李来乐刚好伤心过度，想好好休息，他求之不得呢，连忙答应下来。拿了钱之后，他飞奔回家，想告诉娘子今天捡了个大便宜。可是他回去之后，门竟然是从里面反锁着的。奇怪，娘子去哪儿了？他可是挺着个大肚子呢。正在他纳闷之际，听到了门内有男子说话的声音：怎么样，我儿子还好吗？那个傻的天天在替我养儿子养媳妇，我真是感谢他。讨厌，你这个死鬼，轻一点，被人听见就不好了。黄小翠的声音也从门里飘了出来：有什么关系？你家那个傻相公去镇上卖柴了，天天在家，耽误我们见面，你早该骂他了。他一日不出门，我一日见不到你和肚子里的儿子，可想死我了。亲一个嘛。又一个恶心的声音传来，可是这男人的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。李来乐这才知道，自己天天努力干活，可妻子却如此不忠，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，失去双亲，妻子红杏出墙，他到底做了什么孽？正当这对狗男女在卿卿我我的时候，大门被撞开了，李来乐带着一群村民冲进了自己的家。原来这男人是村口的王五，难怪这声音这么熟悉。只见黄小翠跪了下来，说道：相公，他引诱我的，不关我的事。他引诱你，你就可以背叛我，怀上他的孩子吗？李来乐气愤地说道。王五败坏道德，被村里的几个男丁抓去进了猪笼。当他们要去抓黄小翠的时候，他一激动就往柱子上撞。大家把他身子翻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断气了，一尸两命。村民都说这个女人咎由自取，可李来乐却是一阵心疼，毕竟是自己爱过的女人。自从这件事之后，李来乐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。村民们嘴上不说，可在背后都议论纷纷。
李来乐也成了全村的笑话。从此，李来乐变了，他不再快乐，整天喝得烂醉如泥，还染上了赌钱的坏毛病。他之前存的钱都被妻子藏在米缸里，他全部拿了出来，又是买酒，又是去赌坊，好几次喝得烂醉如泥，输了钱被赌坊的人给轰了出来，没钱了就去砍柴，一有钱就又犯病，一直这样过了几十年。村里的人一谈到他也是觉得可惜，家庭的变故竟然会让他这样迷失在黑暗中，他找不到出去的路，只能天天自我沉醉。几十年如一日，李来乐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60岁的老头子，都没有再娶，因为他看淡了人生。村民们喊他的时候，也从李来乐变成了李老汉。有一天早上，他的酒还没有醒，就有人敲他家的门，他踉踉跄跄地走过去，把门开了，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美妇人站在门口。那女人一见到李来乐就说道：这么多年不见，你怎么老得这么快？掐指一算也快40年了，不过我要嫁给你，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李来乐被这突如其来的女子吓了一跳，随之酒也醒了，他战战兢兢地说道：你是谁啊？我又不认识你，女人都是老虎，我再也不相信女人了。女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你怎么知道我是老虎？你记起我来了吗？李来乐摸摸自己的头，还是没有想起来。此时女子生气地说道：当年你爹去世的时候，你把他葬在山顶，后来又葬了一只老虎，想起来了吗？李来乐听了，围着女子转了一圈，说道：你就是那只老虎，不是我还来找你吗？我说过要报答你的恩情，我要嫁给你，为你生儿育女。女子再次说道。李来乐摇了摇手，说道：我已经不再相信女人了，姑娘，别再在老夫身上浪费力气了，你那么年轻，我只是个糟老头子，你嫁给我可惜了，走吧走吧。说着便将女子往门外推，女子用手轻轻一点，李老汉的手就动弹不得，人也定住了，并且说道：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我从你身上闻到了妖气，我一定要嫁给你，但是现在你和我一起去把我的坟挖开，这样就可以娶我了。李老汉还来不及推辞，就被女子像猫一样拎了起来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就瞬间移步到了当年下葬老虎的那块空地上。当年埋的土上早已长了郁郁葱葱的草，来都来了，李老汉只好和女子把那块地挖开。让李老汉惊奇的是，老虎的尸体竟然一点都没有腐烂的迹象，和刚刚埋进去的时候一模一样，连毛都很顺。女子好像知道了李老汉的疑问，解释道：我叫虎妞，我当初和黑熊精搏斗，身受重伤，只能把躯体先埋这儿，经过了几十年对大地和日月精华的吸收，我拥有了人身，躯体已经没有用了，可我的三魂七魄还这儿，我要挖出来让魂魄归位，不然无法打败黑熊精。李老汉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妖风吹过，把地上的泥土和沙子都吹了起来，李老汉和虎妞都被撞在了山石上。结，我这么多年处心积虑在你身上下的蛊，可不打算那么容易让你散掉。只见一只黑熊站在风中，嚣张地说道：黑熊精，果然是你，我就说李来乐身上一股妖气。虎妞大声呵斥道：原来早在40年前，黑熊精和虎妞在搏斗的过程中两败俱伤。黑熊精知道虎妞把元丹给了李老汉，就想破坏李老汉的婚姻和家庭，让他浑身充满戾气，掉入黑暗，于是就特意施法控制了黄小翠的心智，让她红杏出墙，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并且一头撞死。就连母亲孙氏也是在黑熊精的操控下死于非命。这样李老汉就能受到双重打击，沉迷喝酒赌钱，丢掉自己身上的善良和美好品德。这样黑熊精就可以不断地在李老汉身上吸取戾气，
离他入魔更进一步。可就在黑熊精沾沾自喜的时候，却被该死的虎妞阻止了。看样子虎妞是要夺回三魂七魄，打败自己，黑熊精就坐不住了，于是匆匆赶来。你魂未附体，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还是束手就擒吧。黑熊精说完，张开了嘴巴，大声一吼，周围的树木都倒下了。李老汉口吐鲜血，虎妞不省人事，可黑熊精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，跑了过来，伸出了熊爪。这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挡了回去，黑熊精倒在了地上。原来刘老汉体内的珠子发挥了力量，在两个人的周围形成一层屏障。不仅如此，虎妞的身体自然飘起，被送到了老胡的尸体旁边。一道金光闪过，魂魄归位，虎妞苏醒过来，他手一挥，就让黑熊精化为了灰烬。再一挥，李老汉的头顶有一团黑色的暗影飘了出来。这时李老汉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，虽然他也记得这几十年来自己浑浑噩噩过日子，可整个人去了妖气，变得开朗大方，不再耿耿于怀了。李老汉跪了下来，说道：几十年来，我一直被一团黑影笼罩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现在终于浑身轻松，谢谢你虎妞。虎妞笑了笑，说道：相公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今天就回去洞房吧。李老汉低下了头，惭愧道：我年纪大了，还是不要糟蹋你的身子了，不能害你呀，这件事还是算了吧。虎妞才不理他，又用自己的法术将李老汉拎了起来，瞬间到了李老汉的房间，强行和李老汉圆房了。第二天李老汉醒来，看见身边躺着的虎妞，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年轻了。他下床去照了下镜子，整个人的容貌都变了。虎妞来到他身边对他说：相公，我的元丹在你的体内，只要你我行夫妻之事，就可以让你年轻20岁。如今你40，我30，你还怕自己配不上我吗？李老汉感觉自己太幸运了，自己何德何能，在这样的年纪能娶个这么漂亮的妻子，还能让自己变年轻。可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虎妞告诉李来乐，当年他的父亲在推山石的时候，就是为了救虎妞才失去的双腿，而自己被黑熊精所伤的时候，又被李来乐碰见，所以虎妞发誓要报答恩人，决定嫁给李来乐，为他生儿育女。第2年，虎妞就怀孕了，生了个龙凤胎，一家人的生活幸福快乐。李来乐100年之后，虎妞也算报完恩，又回到了深山，守护着深山的一草一木。做人一定要善良，这都是在为自己的后代子孙积福。李来乐的父亲爱护生命，为了救老虎失去了双腿，却被虎妞记住了，而他的儿子就很有福气。李来乐也是继承了父亲的善良，虽然被黑熊精所害，可他用自己的善良换来了一个很好的结局。而虎妞也是懂得知恩图报，用自己的修为报答着自己的恩人，这份情谊可歌可泣。黑熊精为了入魔不择手段，最后的结局大快人心。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，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愿我们在生活中都能保持自己的善良，这也是在为我们的后代谋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